注意看，武僧义龙在擂台上闯了大祸，被惹怒的泰国拳王非常愤怒。要不是武僧义龙倒下的速度足够快，恐怕泰国拳王这一脚要踹在义龙的脑袋上。丧失理智的泰拳王还在不断挑衅武僧义龙，试图让义龙也失去理智，成为一个呆头呆脑的笨和尚。在擂台上无视比赛规则，执意殴打武僧义龙，还频繁挑衅武僧义龙的底线。他究竟是何居心？为何如此不讲武德？之所以这么嚣张，那是因为他自身有点小实力。此人就是泰国鼎鼎大名的神童姜通猜。狮子波球以后打泰拳最有天赋的泰国选手，也可以说姜通猜是生不逢时。与波球出生在同一时期的泰国拳王都没有波球的名气大，以至于后来在泰国擂台出现了很多无冕之王，姜通猜就是其中一个。别看他所获取的奖项不多，其实姜通猜的综合实力一点都不比波球差。接下来出场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少林武僧，在擂台下叫他一声少林和尚，他不挑你的理。真要是到了擂台上，该叫他什么，大家心里应该有数。关于武僧义龙，小编在这就不多说了，话就不多说了。来，让我们欣赏一下泰拳与传统武术之间的碰撞。武僧义龙照常穿着依然还是小黄裤、小黄裤、小光头。我是义龙，你记住，少林武僧这4个字已经是广为人知。尽管义龙在国内口碑并不是很好，但他确确实实站在国际擂台上带国出征。此次对手与以往的对手大不相同，虽然都是泰国选手，但姜通猜的实力更强一些。的惊喜，一个高鞭腿上头动作，我们看到姜东山很聪明的把他给防了过去，他一用左闪，后手的直拳。姜东山在今天比赛里面好像是还没有进入一种比赛的一种状态，用低扫。现在我们看到姜东山还没还击，这是他的第一个还击动作，就是运动后扫腿。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姜通川啊，他的左右腿的这种进攻力量非常的均衡，在这种内围的抱缠当中，我们看到姜通川更多的想用一些袭击的动作。姜通猜绝对是人狠话不是的狠角色，要不是武僧义龙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加持，恐怕义龙会直接被姜通猜打烂脑袋。真要是让姜通猜和波球相对比，那么姜通猜则是名气小实力强，然而波球则是实力强名气大。姜通猜的战术打法更加全面一些，打起架来根本不给义龙任何反应的机会，甚至连姜通猜本人都不清楚下一次是什么进攻招式，利用一种挑衅的一种眼神想激怒义龙。现在义龙要调整一下，控制一下距离。现在我们也看到姜东开也不能敢轻易的出动作。现在我们也感觉到啊，姜通猜的战术报价都没有实施出来，甚至双手直接下垂来挑衅武僧义龙。然而武僧义龙表现得非常冷静，尽管姜通猜如何挑衅，如何不讲武德，义龙都可以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和平常心。这或许就是少林和尚所单独拥有的淡定，也可能是来自老一辈艺术家的淡定与从容。尽管我们看到姜通差他的打击力量不是很大，但是他变化多端。刚才利用了后扫腿的动作，现在姜通差在今天比赛里面，他更多的利用他的后高扫腿，就是踢义龙的头部，又是利用一种袭击动作上钩。他的变化是很多。祝福的订阅，为您带来 WF 环球拳争霸赛第2回合开始了。穿了小黄裤的武僧义龙就像是得到了附魔一样，和谁打都是一副打不动的模样。就算是和波球打比赛，义龙也不再怕的，照样是穿了个黄色长裤来与波球打比赛。这一次和波球实力相当的姜通猜打比赛，同样是穿了个大黄裤，打起架来依然是猛打猛冲，丝毫不畏惧姜通猜。他现在有意识的在加强他这个腿法的进攻，他和第1回合有所变化。他这种变化，首先他的进攻的节奏发生了变化，就主动开始出动作，而不是像他第1回合比赛里面是打这种防守的反击。我们给义龙一些机会，又一个高扫腿的动作。在今天比赛里面，姜东开一直
再用一种挑衅的方式再激怒一龙。这场比赛对武僧一龙来说非常重要，不仅可以维护中国擂台的和平，并且还可以利用这次胜利彻底让这一生消失不见。要想击败江通猜谈何容易，毕竟他是与波球实力旗鼓相当的泰国拳王，没点硬实力还真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胜利。再加上江通猜是一个非常难啃的硬骨头，尽管一龙使出全力也无法将江通猜打趴下。知道这个武僧一龙这个扫腿的力量啊。现场的观众朋友都在给一龙在喊加油加油。现在一龙要采取一种变化，这种变化就是你用一种 S 型的进攻方式，S 型的先用低扫，然后后场要跟得上，节奏还要打出来。而现在我们看到江东猜对于这一龙的低扫，他都能够从一开始江通猜就非常瞧不起武僧一龙，在他眼中武僧一龙无非就是一个小丑罢了。就算一龙是一个真正的小丑，那么江通猜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打废武僧一龙。毕竟武僧一龙的金钟罩铁布衫可不是瞎吹出来的，挨到江通猜的重击又如何？武僧一龙照样跟铁打的一样站在擂台上一动不动。你像这种拉开之后，他的袭击动作实力，江东猜对武僧一龙没有任何的杀伤力，但是他也限制一龙你这种进攻，让你有劲使上，你无法打出来。但是一龙前手拳后拳没有跟上。武僧一龙后手拳加上攻，因为一龙的拳要比这个江东猜好。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在安福的定远为您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江通猜表现的依然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。面对一龙所打出的攻击，他不是进行搂抱就是胡乱摩擦一龙的脑袋。本来一龙的脑袋就很光亮，再这样摸下去的话，恐怕一场比赛打完之后，一龙的脑袋会变得更加亮丽。武僧一龙的少林金刚腿也在不断使出，比如说他的战术运用很狡猾，他尽量的是激怒你一龙之后，而且利用一些灵活的移动化解你一龙的打击。武僧一龙还是要步步为营，逼进去利用他的后手拳包括前摆来打击对手。江通猜在中国擂台打了好几场比赛，但每一次都是以获胜收尾，超过10位中国选手都败给了江通猜。再加上这家伙还曾击败过邱建良，于是江通猜的名气在中国搏击市场不断增加。武僧一龙但凡要是能赢了江通猜，那么一龙的质疑声绝对会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奈何江通猜的头部按摩给一龙制造了很多困扰。他的进攻对手，你看江东猜就是靠这种移动因为在真正的力量和打击上呢，武僧一龙力量要比对方要大，所以江东猜并不给你要拼这个上3路的一个拳法的力量的拼打上。你看武僧一龙后中上勾，不加上勾，但是江东猜很聪明，我就是手夹住你，我不让你再打了。注意了，本场比赛最精彩的部分要来了。武僧一龙使用少林金刚腿放倒了江通猜，愤怒的江通猜丝毫不犹豫，爬起来之后就要猛踹一龙脑袋。刚才还在用爱意抚摸一龙的头部，现在倒好翻脸比翻书还要快。幸亏一龙躲避及时，不然小脑袋瓜就要被江通猜踹上了。我们场的裁判毛记告诫对方要冷静，这毕竟是一场有意的比赛，要赛出风格，不是在斗气。还剩最后的10秒，现在一龙是左右的摆拳，
对方就是这种长跑，因为他在力量和打击力量上是不如武僧一龙的张东山，他就靠他一种脚。比赛结束了，武僧一龙的脑袋就这么好玩吗？比赛都已经结束了，还要跳上去摸一摸。这场比赛的争议非常巨大，江通猜打得不错，应该获胜。然而武僧一龙打得也非常不错，理应获得裁判团队的支持。最终武僧一龙获得了胜利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武僧一龙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